好，在國際上的另外一場戰事，要趕快來看到的是俄烏戰事。現在俄羅斯又發動了對基輔的另一波最大波的攻擊，出動了48枚的飛彈，震撼了基輔。等於俄羅斯現在出動它的飛彈海，另外呢，從海上跟陸上分別攻擊烏克蘭的大後方的補給線哦。另外一方面，俄羅斯現在軍工產能已經開到最大了。這一場俄烏戰事看起來又是有另外一場的大戰事將全面引爆。今天我們就這個議題一起來做一個深度的剖析。現在可不可以說俄烏戰爭是最危險的階段呢？因為我們來看到俄羅斯在19日這一天再次的針對基輔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這一次出動了我們剛剛提到的48枚的彈道飛彈之外，還有這一些包括了巡弋飛彈、空對地飛彈，還有大批的無人機同步的襲擊，造成了1死16傷哦。那麼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這是俄烏開戰4年多來規模最大一次彈道飛彈的攻擊之一，痛批俄羅斯的行為。俄羅斯這一次呢，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嘛，它就是要來攻擊烏克蘭的大後方，還有烏克蘭這些非常重要的補給線。那麼我們先來看到在地面上攻擊了哪一些補給線，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到在海面上又如何去切斷烏克蘭的重要的後方補給線呢？先來看到在地面上，包括攻擊它的能源設施，還有交通運輸的樞紐、城市基礎設施都把它打爛哦。那麼還包括削弱它的防空能力，癱瘓整體的後勤運輸。海面上我們來看到，包括了它攻擊對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因為這個黑海港口對於烏克蘭來說非常的重要，是它的海運啊、糧食的一個重要出口地。那麼俄羅斯還攻擊了一艘土耳其的貨輪，遭到飛彈攻擊。這一起意外造成了多死跟還有許多人失蹤哦，目前還沒有找到這些人。那麼如果黑海的航道持續的升高風險的話，接下來再觀察的就是全球的糧食價格、能源運輸、海運的成本跟供應鏈都會一起受到很大的影響。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烏克蘭當然了，也針對於俄羅斯的相關的後勤做了一波比較大的攻勢，包括了利用海上無人艇攻擊俄羅斯的軍艦、港口設施、能源基礎設施，同時烏克蘭也深入了俄國境內，攻擊它的煉油廠、油庫跟它的軍火庫，希望也能夠切斷俄羅斯的大後方。現在看起來雙方的這個攻勢很類似哦，都是在攻擊主要的補給線，看起來又是另外一場消耗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無論是我們剛剛討論的有關於伊朗的部分，或者是我們現在討論烏克蘭的部分，其實主持人都提到了3個字，叫做消耗戰。那如果是消耗戰的話，我們看到的特點是什麼？我們看到了它攻擊了交通樞紐，攻擊了能源設施，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張5環的圖。但是它不是從外慢慢打向內的，它是一次綜合進行攻擊的。那而且呢，這個是我們看到彼此双方都如此。所以才是叫做消耗戰。那但是呢，因為大家對於烏克蘭呢覺得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就是烏克蘭攻擊了非常多這個莫斯科附近的一個煉油廠以及莫斯科的近郊的一些大樓，他們覺得這樣好像是很有效，但是忽視了真正的戰線是在烏東。那我們看到烏東的如果我們反看這個烏東的幾個堡壘城市的話，其實現在這些全部岌岌可危，因為真正的部隊集結在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看到這斯拉夫揚斯克以及克拉馬托爾斯克，最下面的是康斯坦丁諾夫卡，其實就是這幾個部分。那這幾個部分如果失守的話，其實對於烏克蘭來講，它的打擊非常大，因為這是從2014年對於克里米亞這個直接被俄羅斯攫取之後，這個美國協助烏克蘭所建立的堡壘城市，它無論是在各種的地下運輸，或者是碉堡建構，那甚至還有長達數公里的這個龍牙，也就是讓了你的這個重裝備坦克根本都無法前進。那但是呢，我們在前一段時間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也就是這個俄羅斯從這一個烏東的地方取得的領土，不但沒有增，反而有減的部分。但是實際上我們來看到這個部分呢，到了6月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反轉，而且
我們看到現在烏克蘭駐英國大使，也就是當初被這一個澤倫斯基罷黜的這個扎盧日內，他還特別講到，他說不能因為這樣就認定俄羅斯已經輸掉這場戰爭了。他說這個是對於戰爭的一個非常危險的誤讀。為什麼？因為其實現在進行的是什麼？也就是這個消耗戰的時候，真正雙方決勝的在哪裡？在於戰時的工業以及經濟。可是我們看到的，對於俄羅斯來講，它的經濟其實沒什麼樣的改变。那它的工業雖然我們看到它的煉油廠被打了非常多，可能比例上甚至超過40%。可是呢，我們看到俄羅斯它本身的工業很快就可以將它復甦完成，但是烏克蘭沒有這個能力。所以他們講到說，有關於我們剛剛看到扎盧日內他講到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反想一下，有關於當年的對日抗戰的時候，有關於日本跟這個當時的國民政府是不是也遇到這個問題？是，也就是長沙會戰的部分，雙方面都靠着機具以及人力整個卯上。那當然，中國犧牲了更多的人，但是那個時候薛岳將軍提出了有關於天弩戰法的部分，就是只有用這種新的改變戰場的形態，那個才能夠解決消耗戰的這個形式。好，呂艦長幫我们特別提到了有關於這個戰時工業在這一場戰爭當中的一個重要性。那確實我們看到俄羅斯的工業現在確實在快速的復甦哦，而且呢，我們看到它的這個生產飛彈的速度還是非常的快的。來看到他們現在最新的一個數字哦，它因為擁有完整的軍工複合體系，所以每月大約可以生產70枚的各型精準彈道飛彈。好，細節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CG 哦，當中包括了伊斯坎德爾這個戰術彈道飛彈，每月產能60枚；匕首超高音速飛彈，每月大概可以達到10枚。再來 KH-101巡弋飛彈，每月40到50枚。甚至大家知道，俄羅斯拿來做這個防空系統的 S-300、S-400，他們乾脆直接拿來做對地的攻擊用途。當然了，烏克蘭方面也有它的強項，烏克蘭出動它的這個無人機之外，還加上了AI 的技術，所以可以做一個精準的打擊。雙方的攻勢，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繼續再看現在，如同剛剛其實艦長講的，我們看俄羅斯，大家印象中它作為應該過去傳統的冷戰期間的科技大國，沒有想到俄烏戰爭真的打下來，雖然有點倒霉啦，特別是無人機這個部分概念在這場戰爭中體現，而且改變了全世界哦。那而在這個過程裡頭，那俄羅斯不只是缺無人機，其實俄羅斯真的是包括了它的，我們才發現說它的包括半導體跟芯片這些，我們不要說最新的哦，給軍事的竟然都不夠。然後呢，也包括它整個這種作戰的這種信息化，作戰的這種信息化都很落後哦。再加上你可以看到整個他們在無人機方面真的很嚴重，他對烏克蘭根本是好幾代的代差。也沒有反無人機的相關的部分的設備，然後呢，人家看到這些，包括它的這種精度，在真的在打擊的時候，真的還是有問題。所以它現在能打的都是傳統的導彈，沒有錯，看起來很厲害，每次轟炸真的很大，但是都造價昂貴。而且你確定打了這些之後，俄羅斯的軍工業能夠支持得上只做導彈嗎？難道不做無人機嗎？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觀察的部分，其實俄羅斯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短板或者撐面子，他是要想盡辦法。但現在全世界除了伊朗有無人機可以幫，但伊朗自己在打美國，能幫他的誰呢？白俄羅斯嗎？白俄羅斯雖然也有一些相關的產線，但是產量沒有辦法跟誰比，真的只有中國。所以呢，前幾天我們到這一周的前幾天，中國跟俄羅斯其實在這個北太平洋的部分進行了一個小型的什麼軍事演習？這場軍事演習當中，雙方都是在演無人機，就是說中國大陸用無人機攻擊你的俄羅斯的4艘的軍艦，那俄羅斯用他們的部分的無人機也是上千個蜂群來攻擊中國大陸的這邊的軍艦，這是個小型演習，外面消息沒有很多。可是呢，在這裡頭，你知道俄羅斯是怎麼4艘在演習的概念上都被擊沉？表現非常非常差，雙方的評價。那中國大陸的部分是真的是連俄羅斯都說非常非常好，全部都抵擋起來。那中國大陸現在是有什麼呢？中國大陸單單在這一次體現了在艦艇上的反無人機的電磁炮，所以過來就全部都下來了。而且事實上，我們在去年的部分的北京93的閱兵的時候，你已經看到北京的部分有反無人機的很多的系統，不要說雷達，還有電磁炮，而且水裡頭已經
大半年下來快1年了，又有最新的研发又出現，在這次中俄的這個實戰中俄的這個演習當中看到，而且中國大陸不只是海上艦艇上，陸地的也有，甚至呢。士兵手持的反無人機都有啊，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這個面對抗上，看俄羅斯一直頻頻的希望中國能夠在反無人機至少吧，即使不是給你無人機這攻擊的技術，但是現在中國有一點點感覺起來還是非常謹慎，因為防無人機這個可能可以幫上忙，攻擊可能不行，但是這裡頭在俄羅斯努力的爭取，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相當的謹慎。好，這個是有關於戰場第一線戰場在俄烏雙方的最新攻勢，政治上我們也來做一下解讀。目前呢，最新消息是已經有許多的國家開始對於援烏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疲乏。那最新消息是保加利亞的總理他們已經公開要強調停止對於烏克蘭的軍援了。保加利亞如果停止這個援烏的話，就會成為第4個國家，繼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東歐4個國家，第三個國家之後，第4個公開表態停止援烏的國家。那楊老師怎麼看？東歐的國家如果都表態，已經第4個了，不再提供烏克蘭任何的軍事援助的話，就表示第一個，他們認為這個戰爭拖太久，第二個，這個戰爭大概烏克蘭這方面無法取得全面勝利。也不會加入到北約了。第三個就是他們覺得這樣子再持續提供的話，其實只是做無止境的陣地消耗戰。而這個陣地消耗戰已經不只是戰場上的消耗，甚至是整個歐洲的消耗，經濟、安全、能源都消耗下去，而且可能會變成大型戰爭也不一定。所以你現在打了戰爭這麼久，我就請問，如果真的烏克蘭到最後是贏了、輸了，不管怎麼樣，他會加入北約嗎？這個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了。句點。那第二個，烏克蘭自己有在修改他戰前的國語法案嗎？你內部對於你自己本來是屬於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的待遇，是不是有改善？是不是有變化？對不對？對。那最後第三個我要請問的是，烏東的4州，你就算全部恢復，從此就能過得幸福平安的日子嗎？這都不可能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你要持續的做陣地消耗戰，還是你要去做一個凍結衝突的停火談判？因為俄羅斯基本上，我們從歷史的了解嘛，它是用空間，它用它的這個人口，然後來換這個整個戰場上的它的優勢。所以空間、時間、人口消耗，沒有一個國家比俄羅斯這個民族更有經驗的。即使是在21世紀，他主動打烏克蘭的這個戰爭，剛開始他被視為是破壞國際秩序，但是我們現在都了解，整個美國跟北約一路過去這20多年來，就是走到了人家的門口，逼着你要打。這是在從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的層面而言，但是這些都不管了。過去這段時間，到底我們要消耗多久？我剛剛問了幾個問題：烏克蘭會加入北約嗎？烏克蘭會改變它內部對於俄羅斯裔的待遇嗎？烏克蘭的東部的4個州，你最後他們已經宣布就是獨立，現在已經加入這個俄羅斯。你就算勝了，它能夠維持邊境上的穩定嗎？所以要尋求一個停火，要尋求一個穩定，我覺得還是要從停火、外交、政治上解決。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